你终于做到了，封锁、删除，或者只是下定决心不再回复，管它是哪一种，总之那个消耗你很久的人，现在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。按照剧本，接下来应该是解脱，是自由，是释怀，是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。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却不是这样。你开始反复打开又关掉那个对话框，明明已经封锁了，还是忍不住想知道对方过得怎么样。你发现自己在脑袋里帮他找理由，也许那次真的是我太敏感了，他当时可能也有他的难处。更奇怪的是，你开始怀念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美好。你怀念的那个人，可能从来就不是真实的他，而是你自己拼凑出来的一个版本。然后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太绝情了？还是我太脆弱了？又或是这些根本就是我的问题？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，直接告诉你，你没有生病，你也没有犯贱，你更不是因为还爱着对方才会这样。这些感受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科学解释，而当你搞懂它，你会发现，你现在经历的一切其实都在预料之中。准确来说，是你的大脑正毒瘾发作，它只是想着要糖。没错，这集我们要聊的是大多数人在脱离有毒关系后都会经历的，但几乎没有人提过的是戒断反应。我将用神经科学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，把为什么离开了反而更痛这件事拆开来看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知道自己目前正在经历的戒断反应，对应的是大脑的哪一个程式。不是你的性格问题，也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，而是可以被理解，也可以被应对的生理和心理机制。接着，下一集我还会给你具体的行动建议。但这集我们要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把你说不出口的感受说清楚。先从一个问题开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赌博会让人上瘾呢？不是因为赌徒每次都赢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输赢不固定，才让人停不下来。心理学家史金纳 B.F. Skinner 做过一个很经典的实验，他让老鼠按按钮，有时候按了有食物，有时候则没有。有没有食物是完全随机的。结果发现，这组老鼠比那些每次按都一定有食物的老鼠按得更疯狂，更停不下来。这个现象叫做间歇性强化 （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）。大脑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奖励时，反而会分泌更大量的多巴胺。所以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瘾。有毒关系的结构几乎就是间歇性强化的完美复制。对方前一天冷暴力，不回讯息，让你感觉自己不存在，隔天突然很温柔，突然很在意你，突然又像最初的那个人。你不知道今天会是哪一个版本，就是这种搞不清楚，让你的大脑一直处于高度警戒、高度期待的状态。你迷恋的不是那个人，你迷恋的是那种终于等到了的感觉。那个感觉是你的大脑自己制造出来的多巴胺。所以当关系切断，多巴胺的供应链瞬间消失，大脑的反应跟戒烟戒毒的神经回路是高度重叠的。研究成瘾神经科学的精神科医师安娜林伯克 Anna Lembke 在她的著作《多巴胺国度》里描述过这个机制。痛苦与快乐共用同一个神经跷跷板，当快乐的那一端消失，痛苦会自动压下来，而且力道比你预期的更重。所以你现在感觉到的那些不是软弱，是大脑正在走它该走的阶段过程。接下来我想跟你描述3个症状，不是要你对号入座，也不是要诊断你什么，只是我想让你听到这些描述的时候，可以对自己说，原来这个有名字，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。
第一个叫做滤镜效应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怀念的记忆几乎都是好的？那些被羞辱的时刻、被忽略的感受，让你在深夜哭着传讯息的那些事，在记忆里都变得模糊了。但对方偶尔给你的一个温柔眼神，一句我知道了，却反复在脑袋里播放。这不是你在骗自己，这是大脑在执行一个叫做认知失调 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 的保护程式。心理学家费斯汀格 （Leon Festinger） 在1957年提出这个概念。当我们的行为和信念产生矛盾，大脑会感到不舒服，然后自动去修改其中一个，好让两件事重新对齐。你花了那么长时间在那段关系里，大脑为了维护这个选择没有错的自我形象，会主动帮伤害你的人剪掉那些不好的片段。你的记忆被大脑悄悄剪辑过了。大脑是很尽责的剪辑师，只是他的工作不是让你看清楚，而是让你暂时好过一点。第二个症状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身体的反应。胸口闷、睡不着，莫名其妙免疫力变差，甚至在某些人身上会出现类似恐慌的症状。你可能以为这是想太多，但神经科学的解释是，失去一段关系引发的痛，跟身体受伤激活的大脑区域几乎是同一个。神经科学家艾森伯格 Naomi Eisenberger 在2003年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研究发现，社交排斥引发的痛苦激活的是大脑的前扣带皮层 DACC， 这个区域同时也负责处理生理疼痛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心很痛，不只是一个比喻，你的大脑是真的在处理一种痛。第三个，也是最容易让戒断期延长的一个，强迫性视察。凌晨2点，你打开对方的 IG 或 FB， 你告诉自己只是看一下，结果你看到他在某个地方打卡，然后你花了接下来40分钟研究那个地点，去窥探他身边有谁，试图从一张照片里读出一个故事。你知道这样没有意义，但停不下来。这不是因为你还放不下，是因为每一次点开那个页面，你的大脑都在偷偷补充一点多巴胺。哪怕只是看到对方的头像，对大脑来说都算是一次微小的接触。计时器重新归零，戒断过程从头开始。你以为你在看他，其实你是在喂养自己的瘾。现在我想做一件事，我想暂停一下理论，先带你进到3个非常具体的场景里。因为有一件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戒断感受不只会发生在感情里。当你离开一个有毒的工作环境，或者开始对某个家人设立边界，那种撕裂感，那种空虚，那种我是不是做错了，跟分手之后的戒断期几乎一模一样。它们是属于同样的神经回路，只是展现在不同的关系外貌上。先说感情，你们结束了，可能是你主动离开，可能是对方先走，也可能是一个沉默的共识，没有正式的句点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有一个感受几乎是共通的，你不知道怎么跟那段时间的自己道别。那段时间你的生活是绕着另一个人运转的，你习惯了在某个时间点等一条讯息，习惯了把自己的情绪调频到对方的状态，习惯了在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如释重负。这些习惯不会因为关系结束就消失，他们还在你的身体里，只是突然找不到对象了。所以那种空虚不完全是因为你想念那个人，有一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没有他之后自己的生活该怎么运转，然后是那些你替他说出口的理由。他其实也不容易，那段时间他压力很大，如果当初我换个方式处理，也许就不一样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花在替对方辩护的时间远多于允许自己生气的时间？这也是大脑在保护你。如果承认对方真的伤害了你，你就必须同时承认你在一段有问题的关系里待了那么久，那个重量太重了。
大脑宁愿选择一个比较轻的版本，就是也许是我的问题。但那不是真相，那只是大脑在帮你减轻认知上的负担。替伤害你的人找理由，是一种很费力的温柔，而那个温柔，你从来没有给过自己。第二个场景，职场。这个场景很多人不太敢承认，因为社会对职场关系有一套奇怪的期待。你不应该对工作有太多情绪，你不应该因为一个主管或同事搞得自己这么狼狈。先说从上到下的那种，你有一个主管，有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肯定你，让你觉得自己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但有时候又在会议上把你的提案否定得一文不值，让你当场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你搞不清楚他对你的评价，所以你一直在努力，努力让他满意，努力让那个肯定再出现一次。这不是职场压力，这是间歇性强化。而且当你终于离开那个环境，那种如释重负通常只维持很短暂的效果。接着来的是反复回放那些不愉快的对话，试图找出如果当时我那样说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。你以为你在怀念那份工作，但你怀念的其实是那个再努力一次就能得到认可的感觉。那个感觉比工作本身更难接。但还有另一种职场消耗，很多人没想到，它来自评级，来自那个每天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吃饭，你以为是朋友的人。我自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。我曾经有个同事，我们私交好到像亲姐妹，我很心疼她的处境。她长期被原生家庭消耗，父母把她当提款机，她给出去的钱和情感从来没有被珍惜过。我处处照顾她，真心把她当重要的人，那时她也对我非常好。但后来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好的改变，能分给她的时间自然少了一些，然后她就变了。一开始是冷脸，然后是言语上的讽刺，再后来是在工作上明显的扯后腿，在主管、同事、共同朋友面前说我的坏话，甚至祸及我的家人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对他只有照顾和心疼，于公于私从来没有对不起他过，到底是为什么要承受这些？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，不只是因为他对我做的那些事，更因为那种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委屈和困惑，也没办法跟别人说清楚。说了，换来的通常是一句“干嘛那么在意他？想开一点就好了嘛。”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比伤害本身还让人觉得孤单无助。后来我慢慢理解了，他常年活在匮乏和被消耗的处境里，那种积累已久的痛，在某个时间点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了出来，不是对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，而是对离他最近的，他认为最安全的那个人，而那个人刚好是我。这在心理学上有个很残酷的规律，受伤的人有时候会去伤害别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坏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痛。理解这件事花了我很长时间，但理解不代表我要继续承受。最终我选择不再理会他，在职场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，慢慢把那段关系带来的影响一点一点清干净。走出来之后，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可以回到那段最难熬的时候，我很想抱抱当时的自己，告诉他，
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你只是太认真对待一个当时还没有能力好好回应你的人。不管你的职场经历是哪一种，是主管还是同事，从上到下还是平起平坐，只要那段关系里有让你长期搞不清自己价值在哪里的结构，你经历的阶段就有它的名字，也有它的重量。第三个场景是最难开口的一个，原生家庭。因为这里有一道额外的关卡，你没有办法像封锁前任一样封锁你的父母或手足。而且从小到大，你被告知爱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所以当你对家人的某些行为感到精疲力竭，甚至开始在心里设立距离，那个罪恶感会比任何一段关系都更重。但让我说一个很多人都有过但说不出口的感受，有时候在一次家庭聚会之后，你可能需要花好几天才能把自己调整回来。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就只是坐在那个饭桌前，你就觉得某个部分的自己在缩小。这种缩小感不是你脆弱，而是家庭里的有毒动态有一个特别难处理的地方。它通常不是以明显的伤害出现，而是长期的细水长流般的情绪消耗。例如用罪恶感让你就范，用比较让你怀疑自己，用我这样都是为你好来包装控制。而且因为这些模式可能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他们对你的影响已经内化成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你不只是在跟一个家人的行为在拉锯，你是在跟你对自己某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拉锯。当你开始在心理上跟这些模式拉开距离，那种不适感是那种我是不是很不孝，我是不是太自私的自我怀疑。那种不适感不是你做错事的证明，那是你的大脑正在适应一个它不熟悉的状态。你开始把自己的感受放进来考量了。从小就学会把别人的感受放第一位的人，有一天开始在意自己的感受，那不叫自私，那叫做忠于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是这整段经历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陷阱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撑过去就好了，时间就是最好的解药，等风浪过去，一切就会慢慢平复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在阶段期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只是单纯的等待时间流逝，大脑并不会自动完成重建，它只是把那些神经回路暂时压下去，等待下一个触发点。那可能是一首歌，可能是一个气味，可能是一条不相关的讯息，然后所有的感受又都回来了，跟当初的一样重，瞬间你就被打回原形。心理学家塞里格曼 Martin Seligman 在1967年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做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。 长期处于不可预测、不可控制的环境中，大脑会慢慢学会放弃掌控。不是因为你真的无能为力，是因为大脑已经习惯了努力也没用这个结论。在有毒关系里待久了，很多人在离开之后带走的不只是伤，还有这个结论。所以等时间流逝是不够的，不是因为你不努力，是因为大脑需要的不是等待，而是新的经验来覆盖旧的回路。但这不代表你现在要立刻做什么大事。神经科学上有一个让人稍微松一口气的发现，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，旧的神经连结可以弱化，新的可以建立。这个过程不需要你脱胎换骨，它需要的只是一些很小的、重复的新的行为讯号，去告诉大脑，现在的环境不一样了，可以开始更新了。
下一集我会把这些具体的工具一个一个拆开来讲，但今晚我只想给你一件事。今晚睡前不用做任何分析，不用想清楚任何事情，只做一件事，拿出你的手机备忘录或者一张纸，把今天让你感觉最耗损的一个时刻写下来。不需要完整的句子，也不需要结论，可能只是今天他说了什么，我当下没有回应，但其实我很受伤。或者是今天我又去看了他的动态，看完之后有点后悔，但当下就是忍不住。也可以更简单，就只是一个地点、一个时间点和一个你说不清楚的感觉。写下来，这个动作的意义不是让你想通什么，是让大脑知道你开始在观察自己了，不是逃避，也不是深陷，而是开始以一个稍微旁观的角度看着自己正在经历的事。这是戒断期重建的第一步，非常小，但不是没有意义。最后我想说一件事，脱离有毒关系之后的痛，从来就不是你走错路的证明。那个痛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适应一个没有那些不健康模式的环境，它还不习惯，所以它在抗议，但它会习惯的。你不需要现在就好起来，你也不需要假装解脱，你只需要先相信一件事，走出来的人不是因为够强才走出来的，是因为愿意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等大脑慢慢登上来。那些让你碎掉的关系，不需要你去拼凑完整。你转身的那一刻，你本来就是完整的。如果你现在也正处于某种关系的戒断期，不管是感情、职场还是家庭，可以在评论区签到，或者今天这集有哪句话说中你的心情，留言告诉我是哪一句。再不然，也可以分享今晚你打算记录的那个时刻是什么。对了，记得下周回来观探系列影片的第4集，我特地为大家准备了度过戒断期需要的必备工具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桑木心理观察站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